今天要推荐的这套欧美小黄油是 Steam 平台上2021年上的老游戏 Love Season。由于近期找到简体中文化资源，所以便快速通关完第一季。整体来说，这是套情境形塑不错，略带中古童话风，偶尔混杂现代元素的 H game。同时 Love Season 也是个人目前第一支因画风优美而真正有玩完的中古背景小黄油。又如果要对比其他欧美小黄油来讨论它的特别处，则 Love Season 更侧重于文字描写色色，但其文字使用均有经过精心雕琢，其次才是连接上画面的辅助，至少第一季是如此。虽然 Love Season 的命名相当地有恋爱氛围，的确太半剧情也是如此，并且有着诸多笑点。不过有些转折分歧处难免重口味些，但它的调味料还没下到很重，至少在第二季真正到来前，这部分最后面会说，避免剧透。大家好，我是九龙，平凡的人读不凡故事。本次的欧美小黄油推荐将为你带来 Love Season 的相关介绍。Love Season 由 MuseX 开发设计，本体售价为新台币268元，并有含 DLC 组合价，但我只买本体。全作故事目前为第一季全6章，游戏玩慢点可能只要4小时便可以通关。它的开头有几个比较恢宏的世界观，但第一季的故事主轴将集中讲述一座乡村发生的故事，并目前出现过一些奇幻生物、犯罪集团，他们更像是在为第二季的剧情铺路。Love Season 的故事描述，主角是一名乡村青年，身边的人总担心着他的母胎单身，于是甚至想尽办法凑合他的姻缘，包含已有男朋友的青梅竹马。而另一方面，主角曾经做梦，梦到有名陌生女子赐剑于他，可是梦醒后，他依然还是原来的那个他。直到梦里出现过的角色、奇幻生物都陆续出现在他的生活里，同时历经南柯一梦后，他的异性缘仿佛突然开窍般。那么接下来他又会和这些村庄里的妹子舞出哪些故事？又本作为线性的选择导向式故事，但要解特定成就时，可善用底部返回功能或读取自动存档的关键节点重新选择，然后选择里有时会有些令人感到揪心的背德感，你可以选，但不确定这个选择会否最后反扑。简述是我个人游玩当下的感受，实际未必如此。再来介绍 Love Season 这支小黄油的整体呈现。它的配乐配音部分，本作配乐曲风多变，有轻柔或欢快的，虽然有大自然及动物配音，但无女声。不过 MuseX 似乎对酒吧的那位女孩有偏好，或说游戏开发到第一季后期才找到声优，所以仅该名角色色色时有特效音。至于 Love Season 的身体建模表现极为光滑，当然特定细节也是。它的脸模应该能满足多数中文玩家喜好，但其立绘与 3D 人像有落差。立绘里每名角色均有自身的形象特色，但 3D 人像倾向由同个圆润脸模改出。里头出现过的女角分别有彼此有好感的青梅竹马和她的闺蜜，那位从都市搬来的杂货店女孩，调皮的室友，能医病却又喜欢色色文学的呆萌女孩，特雷弗的姐姐，酒吧服务员，民兵组织创始人，神秘又妖艳的旅行商人，娜娜女孩跟她的妈妈，某集团首领女儿。而有完整色色桥段的角色约7至8名。随后说说 Love Season 的使用度，该作节奏颇快，第一章的第2晚就有色色场面，但这支小黄油主要以图片展示为主，没有身材展现动画，也几乎没有色色动画，仅有2幕超级短动画，所以本作或许比其他作品更像是漫画成品。有 Love Season 第一季的主要动画仅有人物于画面静止时略为前倾的身体晃动感，所以若论起该作使用度，倘若你喜欢观看文字为主的描述，辅以图案辅助的色色，而这款还算相当不错。另该作除了一般欧美小黄油该有的回忆库外，额外还免费附赠自身的极短篇漫画以及额外渲染图库。最后总结一下，我个人还是蛮推荐这支中古奇幻风的欧美小黄油，但还是要再三强调，如果你不排斥文字为主的叙事过程，也不在意本作的动画使用激进没有，则它的整体美术与游戏体验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另外，本次取得的简体中文化翻译或许没到非常全面，甚至偶尔会有脱漏或不知道在翻什么，但大致带你平顺读完剧情还是没问题的。不然你也可以选用英文来游玩这支 H game。至于等一下后续结尾会有第一季尾的剧透，接者再请跳过。以上谢谢收看本次影片，若喜欢本次影片，并不排斥这频道内容比较多元，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鼓励我制作更多同类型影片。又对本次影片有什么想法，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九龙仔什么？我们下期再会。前面说的是，当他与人鱼风流完后，回家一看，村庄居然被烧了，而村庄里究竟发生了哪些事，就只能等到第2季才会知道了。